你怎么把衣服一换，我都不认识你了？对，完全两个形象。这是我的店啊，啊，我的店有10个座位，10个座位都不大啊，面积都很小。像我这个公司里面可能店都是这种一个座位一个座位都隔开，就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一点。这是调酒的冰箱里面用的东西，然后就是啤酒，然后就是炉灶，就是烧烫，然后就是厨房。这是我的工作室，就是所有的资料的工作室都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是厨房啊，厨房是卫生还是很 OK， 开了10几年，它这个店卫生干净。是吧？十几年的店了，感觉。是每天下班之后会打扫。因为这家店啊，就是说对于卫生方面还是管理比较严格的。上班的时候必须戴手套上班，对手套，戴手套上班，啊，为了说就是细菌交叉感染，还有我们的蔬菜，就是说我们都是工厂里面杀菌，杀完菌，洗完了以后拿过来，就是你刀切下去。放在嘴里面就不用洗就可以吃了，所以吧，它的价钱就是说比外面也是贵了2倍的，1倍到2倍的。哦。这些肉啊，这些都是冷冻，这是冷冻的肉，它也是经过工厂杀菌消毒那种啊，加工都拿过来。卫生这一方面还是比较挺 OK 的。然后它不单单是有日文菜单，有英语菜单，还有中文菜单，也有越南开了5家，香港前2年开了1家，去年又开了1家，好像是。那个美国那边也去年也开了1家，听说生意挺好，一年1个月好像是卖了好几千万日元。生意特别好，然后的话就是说，他这个不是上市公司，就是自己老板一个人公司，管理到这么大，这个有可学习之处还是有。2005年4月份左右来日本，4月13号应该。记这么清。啊，这个第一次出国嘛，刚下飞机的时候，学校里面开了校车去接我们，记得挺清楚的。就是我来的时候是九州那边福冈，在路上一看风景，就是跟电视上播的有点不一样，感觉跟中国的一个镇上面有点一样，不是那么豪华。然后呢，我第一次出远门，就是给家里到这边开始带给家里都报个平安。你那时候是来念书是吧？对，我那是刚开始过来留学了。你学在哪个学校？就是西日本国际教育学院。哦，你学什么专业呢？学语言。啊，就是日语。就学日语。啊，学了多久？学了2年了。啊，我们来日本呢，就是不像说每个人都是富二代那种来日本生活，那必须你得有自己体验生活，赚点生活费、学费这个。但是他们学生不是可以打工的？那学生是可以打工，但是这个学校啊，就是说要求比较严格一点，一般学校没有这么严格的那种。我刚来的时候，就是中国大家都不是很富的那种人过来，那一批过来，然后呢，有的人就是不是过来学习，就是过来签完证，就是黑下来，就是投入
我这钱不要了，中介费我也不要了，就是过来跑。就是那学校它为了防止这些东西、这些事情发生，就是正常都是给你1年签证，后来都给你改为3个月的签证。他们根本不理解，就是他材料上交上去，哎，附近有多少存款多少，这个事情就是，哎呀，你证明现在目前情况就是家庭还挺很富裕，过来这边才来日本留学，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刚开始的时候，哎呀，我在日本这边就第一感觉啊，地方很干净，大家都很爱干净。然后啊，刚到学校的时候，他说垃圾有分类，大家懵了，说垃圾还有分类，懵了，怎么分？就搞不清楚，是不是？这个事情，这个很烦恼，是不是？真的很烦恼。就是我们初来乍到了，垃圾分类，就是瓶瓶罐罐你分开，瓶瓶的盖子还得打开，皮还得剥开，这还得分开，这个很麻烦。然后你这个生活垃圾，就是有的时候没办法，就是去计算，就是星期一扔这个垃圾，星期二扔这个垃圾，星期三扔这个垃圾，有的东西都放在那边都臭了，就小强就是出来的挺多，就是住在寮的里面，就是我们就是好的一点就是说它就像洗衣机，就是冰箱的什么给你备用都有，过来就带个棉被都给你棉被上。在日本啊，这个国家就是不像跟中国有不一样的地方，日本就是高中生就可以打工，这是个很常态的事情，是不是？在国内你读到大学，可能说只能是有一点放假的时候才能兼职。这我们外国人就是刚来日本打工，边读书边打工，就是感觉有点吃力。就是像日本人哈，就是说他有哪个笔记本，几点到几点学习，几点打工，几点到几点做作业，他们都有规划，人生规划就是还是挺 OK 挺好的。时间管理规划，这是东西，这个没法比，他们就是从小培养起来，是不是？那我们这边一下班匆匆忙忙的赶紧去那边上学，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就第二份工作送报纸，在哪里？这也是福冈那边送报纸，这个不送报纸吧哈，一般人也是干不了的那种活。为什么说嘛？它不像国内现在不知道有没有送报纸，我不行为啊，没有了吗？日本还是就是怀旧那种年代，现在还是应该，我想还是这么送报纸，早上3点就起来，早上3点不管刮风下雨，你都得起来。然后呢，他就是你哪怕地震你都得去送，刮风下雨，刮台风的时候，有的时候报纸都会飞走了。然后报纸一下雨，你都得一份一份打包打好。然后他报社主要是赚啥钱？他报社他主要是赚，就星期五、星期六，或者有人竞选，或者广告纸插进去，你就给他钱，赚这些钱。然后就是工资很低了，就是一个月你就也能拿到，相当于人民币就3000多块钱，也不多。你3点送到早上6点多就开着个摩托车到处跑。那在乡下嘛，它不像在东京这边啊，乡下那边就是说，一份报纸可能这一栋楼就两户人家或者一户人家，然后一户人家你还很少有电梯，你就爬楼梯爬上去，就一天就是送个100多份嘛，很正常事情。很辛苦，挺辛苦的。送完报纸你回来就睡觉，睡个3-4个小时，然后接着上课。这样其实我们就是对于学习方面就是没有那么上心了，就是怎么说就跟不上了。
也想好好学，就是怎么说，生活逼着你，只能说边学边干活那种。后来就是因为这种条件，我只能选择专门学校，不能去上大学，因为日本大学嘛也很贵，专门呢就会偏稍微学费低一点，就是说，而且时间还会多余时间去给你去打工。这虽然这个是先进的国家，但是教育它可能有，我没去日本的那些小学、中学、高中，他们那些学校念，就是跟大家都是国际，里面都有韩国人、亚洲人、美国人这些欧美那些国家，跟他们这些相处的，可能老师的教育可能就是配合我们这边的人去引导我们、教育我们，所以说我就是说，感觉他们也在大学期间或者在专门期间，不是说你要基础达到多少，一定要不是太严格去教育你们。招生那专门我也读了4年，但是我感觉也没感觉读出来什么东西，就是可能是拿个毕业证书，就去上班就职，自己开公司，在日本自己设立了公司，然后自己也开了一家店，开了一家饭店。一家饭店。你之前没有开饭店的经验？之前就是一直因为临时工都在饭店里面打工，就是有这一方面就是兴趣爱好的又想自己也想闯一片天了，是这么一个情况，开了一家饭店嘛，然后就是说自己不会，你懂不？因为我开的是中华料理那种，自己不会，然后就厨师嘛，就是说你讲话他也不屌你，感觉你不会，你不要指挥我，你懂吗？别人意见他不听，那你多说2句他不干，然后经常换厨师，本来生意都挺好，天天都排满队，然后就是这一方面嘛，就给你卡脖子，后来我还是放弃了这个饮食行业，后来嘛又去转日本就卡拉 OK 店。转行去搞这个的，感觉这个东西挺暴利确实挺暴利。就这样，你一瓶酒正常是卖1000块，在里面你可以卖1万块或者9000块、8000块。然后嘛，就是开了以后，就是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出去没生意的时候，也出去外面去拉一些客人进来。那你拉客人的过程当中，就是说有出现黑社会，日本一些黑社会过来收保护费，你要拿你必须给这个黑社会收保护费。但是这个东西啊，我后来去打听了，就是说在日本这个国家啊，就是你看表面特别安定，其实吧，你那些干那个按摩店啊，或者这是高保利的那种，就是卡拉 OK 的，或者就日本叫吃那股陪酒的那种，这些店的拉客人都收保护费。但是警察知不知道我不知道啊，是不是一伙了我也不知道。就是因为这种事情发生的是，你一交完你就每次都得交，你就跟他们就是坐一条船，就是有的人劝我就是别交。后来我就放弃这个卡拉 OK 店，然后呢，我就又去琢磨，怎么样才能走出就是一条路了，一条成功的路，是吧？然后我去到处找那个便利店了，或者说便当店了，或者说其他加盟店，找了很多。找了很多的话，但是之前就是打临时工赚来的钱，差不多都赔进去了，都赔完了。就是你想要东山再起，你还想去
再得去工作，再得去赚钱。6、7年前的事情，打电话，我说我有想加盟你这个店，你把材料寄过来。我说你最少资金有多少？他说你最少有2000万，跟我这么讲。那我想，哎呀，算了，2000万我还是拿不出来，没有这么多钱，而且我开店都是我自己攒的钱，没向我家里要1分钱。因为我也不想连累别人，也不想连累其他人。然后呢，我就选择了在这个公司先就职个3年看看。这么一晃过去，就5年了。在这个饭店嘛，也认识很多中国来的客人，老乡的什么都挺友善的，包括菲律宾客人给我买衣服了，都过来吃饭关注，就是他们家里什么电灯坏了，我帮他修，但是怎么说都是互相帮忙。这个菲律宾虽然是他们语言不怎么通在海外人感觉你外国人跟外国人属于没有什么国界感觉，无国界感觉，就是没有那么排斥。哎呀，你是越南人，或者你是孟加拉国比较穷的我看不起你，没有那种，对，就是你我以前在国内也会有这种感觉你是这么穷的国家我不跟你玩不跟你那个问候，就是会有这种排斥感。但是你自己在国外，你也是个外国人，人家也是外国人，不管你国家多富多不好，但是我感觉还是大家都挺友善的。但是比如说谈到南海问题或者菲律宾问题、越南问题店的员工也有的越南的，但是不是说这个因为领土问题就是说他不跟你友善，但是大家都挺友善，一起上班干活，挺说说笑笑。你给我点中国东西吃，我给你那些越南东西吃我很反感的就是有一点，就是说台湾跟香港，他们香港人虽然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一问到他们他就说：“哎呀，我是香港人。”你问是中国哪里人？我是香港人。他不会说我是中国人，这个是很反感。但是他们不承认是中国，但是说，主要是还是中国现在发展还不如香港，应该是这么说，是不是？然后台湾呢，他更不可能说是我是中国人，我是台湾的，但是有的人就希望跟他谈起台海这些关系但是他们问的当中，我就发现就是台湾人他们大多数不会承认是中国人，他也承认自己台湾是一个国，就是可能电视上播的是那些老一辈那些出来我是要统一我干嘛，他们也是害怕战争才这么做，我想是这么应该的。但是我也不希望台海发生战争，这是怎么说吗？苦的还是老百姓。这个福建跟台海本来就比较近，就是大多数也是我们那边的，是不是？就是尽量是避免这些战争发生。您一直是什么签证一直留在这里？工作签证。一直以来都是。起先是工作签证，后来改为投资签证，后来又转为工作签证。现在呢？现在还是工作签证。你可以换那个叫永住身份吗？或者是换国籍吗？因为本来是条件是达到了，但是现在援助的条件又改，所以才等明年才能去申请。你是要申请永住？对，申请援助的。如果有机会换国籍，你会换吗？怎么说我还是不想换国籍。虽然说日本这个护照就是可以全世界比较好用的那个国家，自由来往，但是
在乡下的时候，我在乡下待的时候，感觉他们都是挺友善的。包括你，比如说打个比方说，你问个路，他不懂，你不懂，说你日语不怎么好也无所谓，他会给你带到指定点的地方。如果不是很远的话，他可能没办法，或者他上班的话很着急，根本没办法给你，都会说很热情。然后在东京的话，我为什么选择东京啊？就是东京这边工作好找，听别人也是讲，那工资也高。第二是虽然是消费比乡下会高一点，就是说机会还是多一点，所以我选择来了东京。在我碰到右翼分子是有碰到过，在工作当中，他们给你寄了一些那些纸条，给你写他们联系地址、名字，就过来挑战，就骂你中国人啊，猪狗不如，这些很脏很难听的话，挑起你的怒火，叫你去挑战，有些寄给你，就是寄到工作的地方，邮件，纸质的邮件不是，就宣传纸那种。那他怎么知道你在这里？他不知道，瞎弄。就是万一里面有中国人，他感觉这里面是中华琉璃店，肯定是中国人，就扔进去。上面写什么？上面写的就是很难听的话，骂中国就是特别难听的话，然后他写了自己的名字、联系电话，过来挑战。过来干嘛？过来挑战。挑战啊！过来挑战啊！他把自己的名字和地址都留下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挑战一下。对，就是这个右翼分子是有，但是还发现，比如说你在公共的场合，有些讲中文，他们就去骚扰你。这个以前有一段就是，你遇到过？就是我遇到过一次，在饭店跟朋友一起吃饭，我那个朋友也是在日本很长时间，接个电话嘛，就是很小声讲，因为你是讲中文，所以吧，他就上来就开始闹，跟你闹，骂你，骂你是中国人，滚回中国这种，有这种右翼分子还是有一部分在存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影响中日友谊那些人，所以说嘛，我在这边就是说，可能说，在日本我可以找到一个安定的生活，不像我在中国也工作过一段时间，就是说，在中国的话，我的体验就是说，大家互相挤兑，是不是？然后就是因为人口多嘛，每一年大学毕业生特别多，就是竞争力特别强。在日本这个国家，只要你有体力，不用你多好的高情商，或者说智商有多高，你只要肯吃苦耐劳，在日本还是可以找一顿饭吃，安稳的饭吃，赚点钱。所以吧，我是选择留在这个日本，这原因是这个一回事。但是也不是说，哎呀，日本这右翼分子让我反感日本，但是有一点，多多少少是有一点。但是怎么说？但是日本这个国家，我感觉大家都很能当，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可能是就是在我印象当中，就是说，表面当中就是表面倒做的挺好，背地里一套可能说也有一套，但是一般都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这种生活。